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行了百度。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，人类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。的确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社交就是一切 EMO 的根源。女朋友不理我了，跟同事闹翻了，方案又被客户 pass 了，多少都有不会社交的原因在里面。但也有一些人总能在社交上如鱼得水，他们到哪儿都能跟任何人聊得来，遇到问题总能找到有关系的朋友，不仅收获真挚的友谊，还能为工作生活助力。今天我们就看看8条很重要的社交技巧 ，UP 亲测好用，我们也可以成为牛叉的社交达人。1. 初次见面记住别人的名字，更容易获得亲近的关系。咱们可以想一下，只有一面之缘的人，某天偶遇叫出了你的名字，然后主动跟你寒暄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是不是觉得这个人情商很高，而且愿意跟他交朋友？这个可以说是成本最低的社交投资了。虽然只是简单的2-3个字，但名字对自己的意义不同，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名字、长相等特征有高度敏感性。心理学上有个鸡尾酒会效应，也叫选择性关注，就是一种能过滤其余全部，只关注到自己在意的点的能力，是听觉系统的一种适应能力。所以我们在嘈杂的聚会上，还是能跟同伴正常交流，也依旧能听到别人叫自己的名字，即便声音不大。另外，刚认识的人就能亲切的叫名字，会让对方感觉被尊重的同时，好感度也大幅提升。2. 关系再亲近，也不要将家事讲给别人听。很多人喜欢在跟伴侣闹矛盾或者家庭出现分歧的时候找朋友倾诉，但这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而且可能会延伸新的问题。有个女孩跟男朋友闹别扭了，然后跟闺蜜吐槽，闺蜜竟然劝她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赶紧分手。结果分手后，女孩发现自己一直忘不掉男朋友，可惜人家已经结婚。最后女孩一直埋怨闺蜜，两人也不欢而散。感情也好，家事也好，都带有一定的私密性，而且没人比自己更了解具体情况。你在倾诉的同时，首先就带有一定的情绪和偏见，别人听了之后也会站在你的角度，结果很可能是加深你的情绪和偏见。所以任何关系都要有边界感，家里的问题就在家里处理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别人是很难解开的。3. 在沟通问题时，用表达感受代替指责。语言是有情绪的，你对别人说的每一句话，可能是温暖心窝，也可能是伤人伤己。尤其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沟通，更容易被情绪左右，言辞过激。美国心理学博士马歇尔·卢森堡在著作中提到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——非暴力沟通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减少批判性语言，用表达感受代替指责问题。比如你怎么能这么做，换成你这样做我很难过。再比如这点事儿你都办不好，换成我觉得这样做会更好。我们沟通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，如果只是指责对方，会让对方觉得你是在针对我，而不是针对事儿。最后两人的争论也会由如何解决问题变成谁对谁错。所以你看，这样很明显是本末倒置，搞不好两人还会比比谁的拳头更硬。4. 细节化赞美对方，效果会更好。有一天你去餐厅吃饭，服务员服务很好，我们来看看2种赞美方式。普通人夸奖，谢谢你啊，服务真好。高手夸奖，谢谢你，你的服务真好，每次水不多了你就添上，我去其他店都是要求加水才过来的。第2种方式叫做 FFC 夸赞，就是通过感受 feeling、事实 fact 和对比 compare， 突出细节，真诚地传递赞美的意思，让人如沐春风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称赞对方会觉得你是真的在夸他，而不是说客套话。当然前提一定要真诚，就是赞美的细节不能是瞎编的，而是客观事实。比如领导生孩子了，我上去就说，领导你儿子真帅，眉清目秀的。结果领导不开心了，我生的是女儿，这就尴尬了，对吧？5. 在困难时候拉你一把的人，记得回报。古人云，患难识人，宁宁识马。这一点其实很现实，自己有钱谁跟你都有缘，没钱了才发现个个都是陌生人。如果能有人在你低谷的时候还愿意跟你做朋友，甚至愿意帮你，那一定是人生难得的贵人。有个朋友跟我说，别人借给他的钱，他都会在承诺还钱期限之前还钱，而且适当加点利息给人家，所以每次他手头紧张的时候总能找来钱，因为他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别人帮自己，就不可能是为了你的地位、你的权利、你的资源，而是为了物质之外的友谊。所以我们回报这些真正的朋友的时候，也是为了告诉他们自己很重视这份友谊。6. 自我表露能让关系迅速升温。社会渗透理论认为，人际交往主要有2个维度，一个是交往的广度，就是你有多少朋友；2是交往的深度，就是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深不深。自我表露是关系发展的核心，不但能拓宽交往的广度，还能加深交往的深度，是人与人拉近关系的粘合剂。但是什么是自我表露呢？透明的自我意识中是这么定义的，就是把自己的信息、秘密的想法和感受分享给别人。举个例子，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尿过床，我上学暗恋过哪个女生，可能当时咱俩一笑而过，但这些简单的交流就能让彼此打开自己，你也会跟我分享自己的小秘密，两人的关系就会迅速提升。当然前提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度，根据2个人的关系循序渐进来表露自己。如果初次见面我就跟别人说我小时候尿过床，那他们多半以为我是个傻子，对吧？7. 当别人提出异议，先别急反驳。咱们这里说的是正常的不同意见，而不是抬杠。
区别在于辩论争的是客观事实，抬杠争的是谁赢谁输。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·奥曼说，如果是两个理性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，争论的结果必然是这两人达成一致。当然，大部分人不可能做到绝对理智，也就是争论的结果往往没办法达成一致。但很多时候，争论并不需要达成一致，而是需要得到彼此的认可和尊重。就好比我跟张三争论，我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但也并不反对张三的意见，这就够了。我们都知道世界充满复杂性，大部分的事情并不像上学考试那样只有一个正确答案。相反，在黑白对错之间有不同深浅的灰度，没有多少事情是只有一个答案，也没有谁敢保证自己才是真理。所以在别人提出异议的时候，先耐心听完，然后分析是否可以完善自己的想法，甚至是否能够推翻自己。拥抱变化，理解不同，会比别人成长得更快，而且也能得到对方的尊重。8. 在适当的时候亮出自己的底线。大家应该都听过父母这样教育自己，在外面凡事忍让，吃亏是福，结果长大以后总是压抑自己讨好别人，亏吃了很多，福一点没有。比如同事总让你帮他处理他的工作，领导经常让你做工作之外的事情，朋友不停地借钱但从没还过。这个时候就不能再毫无原则的让步，而是亮出自己的底线，告诉他们我虽然好，但并不是一定得帮你的理由，更不是你得寸进尺的借口。弗洛伊德说过，在任何关系中，我们都要敢于用愤怒守住自己的界限。你可能担心对方不开心，担心关系破裂，但你最应该担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做回自己，让对方尊重你。你若好到毫无保留，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。所以要让对方有分寸感，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。下次试试，当别人再要求你让步的时候，大胆地说出不行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喜欢社交了，或者变成 Siri 式社交，你问一句我答一句，你不找我，我绝不主动。主要还是因为社交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它更像是两人之间、多人之间的博弈，既不能辜负别人的情谊，也不能委屈自己的真心。上面8条社交潜规则，可以最大程度地帮助我们在尊重和成全别人的同时，也理解和成就自己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